我还差最后一步，M1药剂就制成了。交出 M1的配方！绝不可能！都这时候还敢嘴硬？你想死吗？狂徒，立刻放了严医生！放了他可以，先交出配方。我是唯一知道 M1配方的人，你确定要杀我吗？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同归于尽吧！谁也别想得到 M1！严医生！我死后竟穿越成了相府的草包嫡女，是乌月提中了此毒，虽不会立即致命，但却会在不知不觉中蚀骨侵鲜，最终毒发身亡。究竟是什么人，竟如此狠毒？不想死就别动！不是吧？都穿越到古代了，还想杀我？你中毒了？那你可知我中的是何毒？逍遥散。逍遥散，应女人来接。不要！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放开我！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就帮我解毒？你最好把今天的事情都忘掉，赶紧离开！你就不怕我说出去，你的清白已经不在了？你不许乱说！是白玉髓，人到这附近就消失了，给我搜！快走，出去！白玉髓生长在极寒之地，是乌月提的唯一解药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何会有白玉髓？有事吗？冯美人中毒晕倒了，知情说看见黑衣男子偷偷溜进了姐姐的房间，所以我们前来搜查。仅凭一个丫鬟的一面之词，你就想搜查我的房间？大小姐，奴婢确实看见了。主子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下人插嘴了？大姐姐，你……苏姨娘妾室出身，没有教好你，也没有教好你的丫鬟，真是不懂规矩。姐姐，一缕一缕阻拦我们搜查贼人，难免让人猜忌。好，要搜查可以，不过要是什么都没有搜查出来的话，我要你好看。哼，既然占了原主的身体，不如帮他一把。找到了，这就是冯美人中的毒，血玲珑。什么？姐姐，不会真的是你给冯美人下的毒吧？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也想用来陷害我，这分明是你们带进来的，休想栽赃我！既然大姐姐不承认，那咱们就去皇上面前分说分说。好啊。王爷，幽兰是否去帮他？不用，就在暗中观察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张牙舞爪的小狐狸有什么能耐。参见皇上。颜希月，你身为左相嫡女，竟敢给我的爱妃下毒！
臣女冤枉啊！你还敢狡辩？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就地正法！且慢，皇上，此事疑点重重，还望皇上明察秋毫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不认罪？皇上，如果真的是臣女下了毒，我又怎么会蠢到在自己的房间里留下毒药呢？说不定姐姐是百密一疏，忘了处理证据。更何况这毒药是李公公在你房间里搜出来的。李公公一介下人，怎会识得血玲珑这种稀有毒药？定是有人在他背后指使，栽赃陷害臣女。他说的并非无理啊，李公公，你为何认识毒药啊？回皇上，回皇上，李公公幼时所学的医术，认识血玲珑也并不奇怪。我与妹妹2年未踏足过宫殿，妹妹脱口而出，便知李公公精通医理，当真是消息灵通的。姐姐，不能因为自己犯了错，便胡乱反咬他人。皇上，冯美人现在还昏迷在床呢。皇上，血玲珑并非是无解之毒，臣女有办法救冯美人。胡闹！你何时曾学过医术？姐姐，你就快认罪吧，别逞能了。妹妹这么急切逼我认罪，难不成是你陷害了我？没有证据就说大话，还诬陷妹妹。西颜月，你还有没有点规矩啊？姐姐，欺骗皇上，可是要被诛9族的。皇上，是微臣管教不力，还请诉讼重治了这孽障。此话当真？这可是太医都解不了的毒物，你能解了？臣女以性命担保。朕姑且相信你一次，若解不了血玲珑，你们严家就等着满门抄斩吧！难道真的要让他一个人连累整个严家吗？爱妃，朕在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多谢皇上关心，臣妾的身子已无大碍了。皇上，血玲珑毒已解，多加休息便可。好啊，颜相，有女如此，还是你教的好啊！皇上谬赞。李公公，究竟是谁指使你陷害颜希月的？照我说的做，我可保你家人后顾无忧。否则，是。皇上，是奴才夜时鬼迷心窍，才给冯美人下了毒，与其他人无关。把他拖出去，杖毙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你救了朕的爱妃，当赏。你已经到了桃李年华，还没定下婚事吧？下个月花朝节，朕要亲自为你挑选未来的夫婿。皇上，臣妾这次能安然无恙，多亏了这丫头，选婿就交给臣妾来办吧。还是爱妃最能替朕分忧了。女人最懂女人，相亲宴交给冯美人，我就放心。干杯！颜希月，今日便是你选夫婿的日子，这儿都是京城有名的男儿，你好好瞧瞧。
参见皇上。严小姐，我熟读四书五经，你随便出个字，我都知道它出自哪里。那你可知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出自哪本书的哪一章？啊，这个出自……啊！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，原来是个花架子。好，谢皇上，严小姐，我来自武将世家，世收皇恩，骁勇善战，功勋卓著。你跟着我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那你可会表演一段剑术？当然。嘿，太医，太医，太医，拖下去。哎呦，妈呀！皇上吉祥。袁小姐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可以陪你做任何事情，什么逛街呀、梳妆呀，都行。我们还是做姐妹吧。严希月，这几位优秀男儿，你可有喜欢的？这也能叫优秀，简直就是奇葩！回皇上，他们都很优秀，不过臣女实在不配嫁给他们。你不必自谦，我们还有其他才俊，今天必须让你挑到满意为止。不愧是冯美人挑选的人才，都是和颜希月一样的丑人。冯美人，这臣女实在是挑不出来。他们可全都是功勋臣子啊！这样吧，不如你抛射绣球，抛到谁，谁就是你的夫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会抛？这不是京城四大家族之一的赵公子吗？适龄未婚，赵公子，你可愿娶妻？我愿意。好，严希月，赵公子便是你未来的夫婿。严小姐，我想和你生一堆胖小子。恭喜你找到了这么一个好夫婿，他跟你真的很配呢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姐姐说什么呢？妹妹听不懂。哼，跳梁小丑罢了。哼，各位，今天是我姐姐大喜的日子，我这做妹妹的着实为姐姐开心。姐姐，要不你和姐夫喝个交杯酒吧？好好好。大伙说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好。喝。不了不了。喝。颜希月，你怎么回事？姐姐，难道你是嫌弃姐夫了？冯美人，臣女并未嫌弃赵公子，只是今日身体不适，不能饮酒。身体不适？来人，传太医。杨太医，他怎么样了？启奏陛下，严小姐她有喜了。什么？
姐姐什么时候勾引的男人，还怀上了野种？不要！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大胆，颜希月，你可知你犯的是欺君之罪啊！真没看出来，颜相嫡女竟如此不守妇道，真是可怜赵公子了。难不成赵公子就这么养这个野种？一个野种而已，我看就该跟他妈一起进猪笼。来人，给他灌红花汤！不要动我的孩子！你们两个没吃饭吗？把他拖下去！放开我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今天这个野种必须死！怒手！我看谁敢！你怎么来了？儿臣参见父皇。冯美人，此女动不得。什么？你认识颜希月？天极，你母妃早逝，我与你父皇因此多加照顾，可你切忌因宠生骄。这个女人不守妇道，秽乱至极，本宫想要拿到她的野种，有何不可？娘娘说谁是野种？她腹中胎儿不是别人的，正是我的。什么？他居然是叶天齐，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小儿子。颜希月，这个贱人，到底什么时候勾引的天极哥哥？父亲有意将我许配给他，该嫁给天极哥哥的应该是我。想不到啊，颜相之女居然和五皇子勾搭上了。你还别说，丞相嫡女和皇子在一起还挺般配的。父皇，此事因儿臣而起，与颜希月无关，恳请父皇赐婚，给儿臣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哎，你呀，罢了。既然真相明了，天极向朕开口了，今日便成全你们，传朕旨意，五皇子迎娶丞相府千金颜希月，赐黄金10000两，布匹1000段，各珍奇异宝100箱，则即日完婚。只要和他成婚，就可以找机会拿到白玉髓了。臣女接旨。谢父皇。众爱卿，平身。皇上，如此轻率就定下婚事，怕是不妥呀。天极从小到大只对朕提出这么一个请求，难道让我这父亲还不答应吗？他今日为何未带香囊？本王有那么好看吗？王爷还是一如既往的自恋。今天可真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来人，奏乐。且慢，皇上何须请人来奏乐？我家姐姐自从知道今日要举行宴会，每天都在家里苦练琴艺，就是为了在此宴会上大放光彩。我何时练琴了？哦，原来你如此重视这次宴会，那朕不得不给你表现的机会了。来人，上琴。姐姐，快去啊，不要辜负了皇上的期待。既然妹妹如此为我着想，那我就献丑了。琴弦断了，看你如何弹。多亏前世，我妈一直逼着我弹琴。妙哉妙哉，颜希月，竟想不到你的琴艺竟如此高超啊！是啊，顺奏5弦之琴，周复2弦，
从今往后，古琴只有7弦，没想到你竟会做6弦琴。此曲只应天上有啊！既然演奏断弦琴，在下属实佩服啊。还粗陋无比，什么时候会弹琴？凭什么大家都夸这个丑女人？姐姐真是谦虚了，谁不知道姐姐你风华绝代呢？真是云鬓花颜，轻步摇啊！真是云鬓花颜，轻步摇啊！你的脸，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这小狐狸竟如此聪慧。传闻这颜希月面容丑陋粗鄙不堪，可今日一见，竟是如此惊艳，当真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回眸一笑百媚生啊！传闻不可轻信呐！之前还说严家庶女容貌倾城，现在和嫡女一比，简直云泥之别。怎么回事？你脸上的疤呢？你明明已经中……妹妹很了解我中的毒啊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，庶女就是庶女，不仅容貌比不上，连礼数也不及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行了，今日大喜，各位坐回原位，开宴。站住！你的黑斑明明是无解之症，为何今日却消失了？你的小伎俩我早就看穿了，怎么样？被当众羞辱的感觉，好受吗？你原来是涂脂抹粉了呀，姐姐，没有人会喜欢你这个丑女人。我劝你最好早点认清现实。竟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你，难道还要挑日子？我是你的嫡亲姐姐，未来王妃，教训一下自己的庶妹有错吗？你长得那么丑，天机哥哥是不会跟你成婚的。我一定会和他成婚的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天机哥哥，姐姐她打我，是你出言冒犯在先。天机哥哥，难道你忘了那年秋猎吗？父亲明明有意让我们结缘的。哟，原来是前女友啊！你们先聊，我走了。天机哥哥，叶天机武功高强，就算是我也很难近身。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我拿到白玉髓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今日王爷前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我与你成婚，不过是不想我的孩子生下来便没有父亲。你不用多想。所以你要和我约法三章，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就和离？果然狗血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。既然为了严希晨做到这种程度，此事与他无关，我会尽可能的补偿你的损失。补偿？你可知婚姻对女子来说有多重要？十月怀胎有多艰辛？既然如此，这婚还不如不结。既然如此，这婚还不如不结。你我可是皇上赐婚，你难道想抗旨吗？你在威胁我吗？要是不想我威胁你，便把这书契签了。本王还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。先答应他，拿到白玉髓，我就带着孩子远走高飞。好，我可以签，不过你必须把你的香囊给我。好。香囊给我。等孩子生下来。不是现在就给我吗？你个骗子！叶天吉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王爷了不起啊？我还是特种兵呢。公爷也没什么好的，
吃又吃不饱。啊？好吃好吃，还得是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啊！你在做什么？你怎么没声音呢？吓死我了！我在做烧烤。宫中禁止生火，你胆子挺大的嘛。这片荒地很空旷的，没有人的。你要来一个吗？本王从来不吃来历不明的东西。哎呀，尝尝嘛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坐下来吃吗？你要本王席地而坐？都这种时候了，就别摆王爷架子了。反正这边又没有其他人。你为何会做这个什么烧烤？前世我可是烧烤店的常客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呢。我画本里学的。你是严相的嫡女，以后这种事情交给下人去做。你要是真关心我，就快点把香囊给我。你为何这么想要这个香囊啊？那当然是因为……来人呐，走水了！幽兰，天机哥哥。回皇上，严大小姐因为王爷的保护并没受伤，也吸收了少量的浓烟，并无大碍，稍加休息即可。但是严二小姐吸收了大量的浓烟，肝肺受损，微臣刚才已经施过针了，稍后即可醒来。不过如何呀？严二小姐为了救王爷，手臂被烈火灼伤，留下疤痕。严希月，你擅自在宫中生火，引起火灾，不仅让天极身陷险境，还害得自己的亲妹妹昏迷不醒，落下疤痕，你该当何罪呀？臣妾知错。父皇，此事与严希月无关，是儿臣执意要与他一起生活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你不好了，皇上，太后听了王爷身陷火海，一时激动晕倒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什么？太医看过没有？太医们都看过了，太后情况不容乐观。皇上，您还是亲自去看看吧。一群没用的废物！皇上，请让臣女一试，臣女有办法救太后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好好在此处罚跪。皇上，您忘记血玲珑的毒是谁解的了吗？请您相信臣女。父皇，太后她等不了了，不如就让她试一试吧。那你留下照顾严希晨。是。太后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太后气急攻心，微臣也没办法了。让她试试。太后气血淤堵已久，有生命危险，必须将气血排出才能根治。你去取来高度烈酒和沸水煮过的匕首、镊子和针线。我现在就去取。严希月，你要这些东西来做甚？太后需要做手术。手术是何物啊？我与我师父都未曾听说过手术，你是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？竟然满嘴胡言乱语！耽误时间，只会让太后的情况更加紧急。太后她等不了了。住手！大胆严希月，你敢刺杀太后！好你个妖女，竟敢借行医的名义行谋杀之事！来人！严希月蓄意谋杀太后，押下去！臣女只是诊治太后，并无谋杀之意。你还不承认？大家都看到了，你捅了太后，把她拖下去，斩立决。是。太后醒了。
脉象平稳是康复之兆啊！可刚刚太后明明无法醒过来，那妖女的医术当真如此高超？胡闹！哪有你这么行医的？皇上，只要太后能够恢复，如何行医并不重要。现在太后只是暂时苏醒，意识并未完全恢复，情况仍然很凶险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为太后做手术。皇上万万不可啊！太后本身身体就不好，再经不起折腾了。可太后确实是因为这姑娘的医术而好起来的。这妖女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根本称不上什么医者，谈何医术？颜希月，朕是不是给了你太多的好脸色，才让你得寸进尺？太后凤体金贵，岂是你能够随便动的？臣女愿以腹中胎儿起誓，绝对能治好太后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我绝不可能见死不救。你竟有如此大的决心！太后的情况十分紧急。太医啊，还有其他方法吗？微臣确实无策。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更何况太后这样的尊贵之躯，随意毁坏可是私刑。到底是太后的命重要，还是所谓的伦理道德重要？颜希月，你可想好了，太后要是出了半点差错，就算是天极替你求情，我也会让你全家陪葬。我绝不后悔。嬷嬷，帮我擦下汗。镊子，匕首。这是如何做到的？老夫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特的医术啊！针线。竟然还有这种处理伤口的方法。用针线可以避免伤口感染，也可以止血，促进伤口愈合。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这是我自己配的药粉，既可以止痛，也可以恢复伤口。手术非常成功，太后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母后！哎呀，皇上，这脉象凶险呐！皇上，你看这妖女说什么做手术放心中血，我看这根本就是个江湖。吐血是正常的，说明太后淤血已经疏通了，各位不必太过慌张。放肆！朕听信你的胡话。如今太后生死未卜，你该当何罪？太后醒了。母后，你怎么样？皇帝，脉象恢复平稳，太后已经恢复意识了。天极，我的孙儿呢？母后，你不用担心，天极那孩儿命大，大火没伤到他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倒是母后身体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没事，这堵了几十年的胸口，今日也觉得十分畅通。是颜希月，你的好孙媳治好你的。太后，你以后可别再操心了，保持心情愉悦，才有利于身体健康啊。你就是天机的王妃吧？可真水灵。你是有几分医术在身上。多谢皇上，太后赞扬。皇上，颜姑娘发明的缝合之术和药粉，若使用在军中，士兵可有救了呀。当真？对。妙哉呀，朕重重有赏。姑娘真是出乎老夫意外啊！敢问姑娘从是何人呢？这个嘛，我也没有什么师傅，都是自己看医书琢磨的。刚才徒儿和我药有不敬，还请姑娘莫要挂心呐。若有得罪之处，还请多多包涵。无妨，不过两位若是真的想做救死扶伤的医者，还需对各式医术抱有包容学习之心。
皇上，妍儿小姐已经苏醒。你醒了？参见皇上。你的身体还没恢复，免礼吧。谢皇上。你救人有功，朕封你为嘉宁郡主。城北的那套宅子也送与你，便于你以后嫁人，如何呀？多谢皇上。不过如今西城也用不上这些身外之物了。此话怎讲？为了救天极哥哥，我的手臂上留下了这条疤痕，就算被封为郡主，也没有哪家好公子能看得上我了。杨太医，臣在。你有办法吗？此疤痕过于顽固，就算用舒痕霜也难以去除，微臣实在没有办法。让我试试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平日里看不惯我，还是不麻烦你了。西尘，你救了本王一条命，无以为报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答应。但说无妨。小女有一事相求，恳请皇上收回臣命，让西尘嫁给天极哥哥。不可！西尘知道要求很过分，但我从小便心悦于天极哥哥，如今手臂上有疤，难道天极哥哥也嫌弃西尘吗？妍希月与本王的婚事是父皇赏赐的，岂能反悔？朕的口谕一出，不可更改。你既救了天极，还留下了疤痕，朕可以答应你，让你做天极的平妻，如何呀？多谢皇上。你们二位，天极哥哥，儿臣愿意。姐姐，妹妹救了你，难道你连这点请愿都不愿意答应吗？妍希月，要不是你妹妹，你早已葬身火海了。好，我不同意。哀家不同意天极娶平妻。母后，妍希臣确实对天极有救命之恩呐。哀家只认妍希月这一个孙媳，某些人还是别打歪心思。西尘只是深爱天极哥哥，有什么错？有哪个名门望族的女儿能爱上一个有夫之妇？竟然还要和自己的亲姐姐抢男人，也不害臊！若不允许，西尘再无脸面活在世上。罢了，既然你一片苦心，便做天极的侧妃。母后，你感觉如何？可是做小妾是要被别人耻笑的。怎么，你若是真心爱天极，难道还在乎名分吗？姐姐是妻，我是妾，以后我还有何脸面再回严府？希月不仅是颜相的嫡女，肚子里还有天极的孩子，而你一介庶女，嫁给我们天极做妾已经是高攀，你还有何不满意？是，西尘愿意，哪怕是妾。王爷，这是属下在火灾现场发现的。油瓶？可妍希月用的是火绳子，难道有人故意放火？去查，这个油瓶到底是谁的？一定要将此人找出来。是。知情，你没有在火灾现场留下什么证据吗？当然没有，请小姐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火灾是我们做的。那就好，多亏了梁太医替我制作这以假乱真的伤疤。小姐，你这是足智多谋，还好提前收买了梁太医。要不是太后那个老贱人从中作梗，我早就是天极哥哥的正妻了。火灾是我们做的。哼，那个老东西一看就活不长。天极哥哥只是因为这个孩子
才跟颜希月在一起的。只要孩子没了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嫁给天极哥哥。什么平气，什么小气，我要当正妻。小姐，我们为什么要采这些花花草草？治我脸上的黑斑啊，不过也不能根治，只是不让黑斑越长越大罢了。不能直接找王爷拿解药吗？他要是有这么好说话就好了，偏偏武功也在我之上。靠蛮力取香囊是不行的，只能想办法智取。哎，那个啊，拿命来！小姐小心！小姐小心！叶天极，叶天极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无妨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走，小心他们二次埋伏。还好，伤口也不算太深。既然知道疼，那当时为什么挡在我面前？你别多想，我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孩子。哼！就这还成吗？上个药都费劲，可见也没有多厉害。你是在关心本王吗？这不是关心，是讥讽。哼！从来没有人敢嘲讽本王，你是第一个。多亏你救了我一命，我应该好好谢谢你才是。让我想想，我应该怎么报答你呢？不然我退出，让你和颜曦臣再续前缘。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我不想知道，反正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夫妻。脾气那么暴躁，除了本王，谁敢娶？你若不想娶，趁早和皇上说清楚。玉露膏加速伤口愈合，1日1次，记得用。嘴上不饶人，心还是软的。明明很感激他救了自己，为何说出口的话又变了味道？一群废物，不仅没杀了颜曦月和那个野种，还杀了天极哥哥。小姐，据说是王爷突然冲出来救了颜曦月，绝对不能让天极哥哥知道是我做的。是。平身。哟，几日不见，武帝就抱得美人归了。怎么，皇兄也想娶妻了？国土尚未安定，凌云可无心私情。这两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？皇室的勾心斗角啊！报！何事如此慌张啊？皇上，西北战事吃紧，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我们的防线了。我堂堂大元国，怎么会守不住边线呢？将士们对此也感到可疑。每当我方想要进行下一步行动时，敌方总是抢先一步进行应对，就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一样。父皇，儿臣在沙野之战中大获全胜，此事就交给儿臣吧。好，凌云，你将挂帅出征，一定要打赢这场仗。父皇，此事还是让儿臣前往吧。虎弟，你从未征战过沙场，如何能领兵打仗？凡事都有第一次，皇兄能做的事，本王为何不行？虎弟啊，你把打仗当儿戏不成？领兵打仗可不是你读几本兵书就成的，况且你还有伤在身。皇上，王爷可以领兵打仗。此话怎讲？回皇上，我为王爷调制了一种药膏，有治愈奇效。如今王爷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更何况王爷为了此次战役发明了一种新型兵器，有此兵器便无人能及。天极，颜曦月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回父皇，是的。那向朕展示一下吧。兵器已在外备好，需王爷和我一同去取。好，去吧。
本王并未发明什么，你为何要说大话？我早有准备，一切听我安排。有了这东西对付叶天吉，我还怕拿不到香囊？对付叶天吉没有用上，倒是可以帮他一把。这是何物啊？回皇上，这是火铳和炮弹。王恩用硝石制成火药，这些长枪大炮当中只需点燃引线，扣动扳机，便可发射弹药，杀敌无数，既可远攻，也可近战。口说无凭，本王子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怪的东西。天喜月，你该不会是在蒙骗我吧？是不是真的？试试不就知道。大皇兄若是不信，不如臣女向你开一枪。可赶紧把这个丑东西给我放下！好啦，颜希月，你向朕展示一下，我也想看一看，这兵器到底是如何使用的。如何啊？本王还就不信你们这些奇形怪状的兵器能胜过本王手中的弓箭。凌云的剑术确实了得，朕一直十分欣赏啊！不过如此吧。你一介臣女也敢在本王面前大放厥词？有趣，确实不错呀！今日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！一件小小的兵器罢了，战争靠的还是行军打仗的谋略。凌云，你句句出言不逊，这哪里有大皇子的风范呢？儿臣知错。天吉，你准备充分，朕允许你带兵征战，即日出发，不胜不归。是，不破西北，我必不还。今日多谢了。你也不用感谢我，我只是还你的恩情罢了。你怎么了？皇上同意你出战，应该高兴才对。此战亦颇有蹊跷，我怀疑我们中有内鬼，否则敌人不该知道我们的动向。你已经有怀疑的人了。不过要是没有证据，自然是不会承认的，而且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。我有一个办法，这样。鱼儿上钩了，自讨苦吃。我们就等着看他们笑话吧。叶天吉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路途颠簸，战场凶险，你还怀有身孕，不可前去。我是大夫，可以给自己开保胎药，也可以治疗军中伤兵。军中自有军医，你还是待在家里安心养胎吧。可是这场战役事关重大，况且你只是知道那些兵器怎么使用，但在我手里却能发挥出它10倍的威力。王爷，严小姐主意多，确实能帮上忙。行，你去吧。不过到了军中，一切都要听本王的，切记不可私自行动。是。颜希月那个蠢货，竟然真的跟天极哥哥去了战场，刀剑无眼都不用我动手，一不小心他跟他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就死了。恭喜小姐，贺喜小姐，再过不久您就成为真正的王妃了。军中不比宫内，条件艰苦，士兵出身寒门，大多比较粗鲁，你多忍耐些。放心好了，我经验很丰富的。你在军营待过？
我的意思是，我在画本里看可多了。你不是要去前线吗？快去准备吧，我能行的啊！我可以的。你就是大云的五皇子吧？竟带着一个女人上战场，听说你未来的王妃还怀着孕呢啊！真是个窝囊废！竟然知道我的身份，看来的确有年纪。你们还是不要太猖狂，待会儿要是被我这弱女子打得落花流水，可别喊救命。你们以为就只有你们有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枪支大炮乃是军事机密，他们怎么会有？五皇子，这些炮弹的威力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王爷，快看，这不是我们的兵器吗？上面还有我们大元国的标志。你这小将的眼神倒是不错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你们大元国内出了叛徒，他将你们仓库所有的兵器都送给我们了。什么？此战你们必败，还不如趁现在投降啊！王爷，我们还打吗？打？为什么不打？王爷，我们弹药不足，怎么和他们打？是啊，这不找死吗？这仗是一定要打的。你们若是害怕，现在就可以投降，不过可别后悔。一群窝囊废，不相信王爷王妃，你们却相信这些西北蛮儿？难道你们沈星和曾经的兄弟兵戎相见吗？将帅，有王爷和这女子带兵，我们绝无战胜的可能，还不如早点投降，不然兄弟们全都要死。你们几个还算聪明。走了便走了，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我军不需要此等胆小鼠辈。还真是自大。今日本将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来人，点火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的炮弹呢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怎么样，送给你们的烟花表演，可还满意？本王早知宫中有内幕，就等着你们中计呢。王爷英明，王妃英明，西北蛮子，你们再继续嚣张啊！这不可能！全体士兵，到！开火！是。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哎呦！兄弟们，好消息，我们胜了！西北蛮儿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，胜利了！多亏了王爷和王妃，你们真是好谋略。本王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若没有大家的配合，这场仗光靠我们二人也是很难打赢的。哎，王妃您就别谦虚了，谁人不知道您是巾帼不让须眉呀？最近天气寒冷，各位多加保暖。王爷，最近军中炭火断绝，感染风寒的将士们也越来越多了。可是，治疗风寒最重要的就是保暖。天机哥哥，西尘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最近炭火不足，我心疼天机哥哥和士兵们的身体，于是让人做了棉袄给大家送来。你有心了。哎，西尘，你怎么了？
回王爷，自从您走后，我们家小姐便茶饭不思，没日没夜的盯着裁缝做棉袄，就为了快点送来。没事的，天机哥哥，只要能帮到你，西城做什么都愿意。你先回房休息，这些棉袄我会让西月分发给士兵。有劳姐姐了。没事。想不到严西尘这次还挺好心的，正好解了军中的燃眉之急。你们把这些棉袄搬到仓库里。是。如今西北蛮子撤退，少不了各位的付出，辛苦兄弟们。精忠报国不言谢。今日天气寒冷，但炭火不足，王爷给大家发放了些棉袄保暖，各位多担待些。不好了，小姐！出什么事了？仓库里的衣服全都被水浸湿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不满意我来战地找天极哥哥，可这棉衣是给战士们的，你却故意泼水打湿，未免寒了大家的心。这水不是小姐泼的，我们才不会做这种事呢。天极哥哥，西城知道自己身份卑微，不讨人喜欢，可如今连姐姐的丫头都踩在我的头上了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经常欺负小姐，奴婢只是为小姐打抱不平。好了，知画，我们不必与他多费口舌。此事真的是你做的？叶天极，我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，这件事绝不可能是我所为。本王相信你就是。此事我会命人去查。可现在棉袄都被打湿了，士兵们怎么办？他们还在外面等着呢。不就是棉袄吗？我能解决。你有办法？给我半个时辰，我保证让每个士兵都穿上保暖衣服。姐姐，你就别说大话了，这么多衣服，就算是夏天也要晒上几天才能干，更何况现在是冬天。谁说我要把它们晒干了？知画，去把城中的鸭子全都买回来。是，但是我们买鸭子干什么？做衣服。姐姐，你就别说笑了，这鸭子怎么做衣服呀？莫不是要逃避天极哥哥的责罚，故意拖延时间？你究竟是不信我，还是不愿意我去做衣服？妹妹想看我的笑话可以，但可别耽误了将士们的时间。妹妹没有。小姐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对，这就是羽绒做的衣服。姐姐，这就是你说的保暖衣服，又薄又轻，还有一股鸭子味，这真的保暖吗？妹妹不相信就算了，姐姐做的这件衣服也确实入不了妹妹的眼。哼，怎么样，暖和吗？哇，一点都不冷啊，而且还没有嬷嬷做的棉袄那样厚重，好神奇啊！其实空气才是最保暖的，而这羽绒柔软蓬松，可以锁住周围的空气，防止人体热量流失，这样便不会感到寒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小姐你懂得可真多。叶天极，你要试试吗？确实不错，你有心了。我这就去把衣服分发给士兵们。慢着，天极哥哥，虽然姐姐做出了保暖衣服，但是棉袄的事情尚未查清，让姐姐去，西城着实不放心。不如就让西城去吧。姐姐，你也别多心，妹妹不是不放心你，只是怕你被有心之人利用了。妹妹为了抢夺功劳，可真是煞费苦心呢。妹妹没有。既然你这么希望查明真相，那我便告诉你，泼水的凶手我已经找到了。姐姐，你可不要随口胡说，冤枉了好人。妹妹初来军营不知道，我在仓库里撒上了一种特制药粉，对人体无害。不过，若是人沾上了这种药，便会引来毒蛇缠绕，
将人活活勒死。妹妹，你应该没有来过仓库吧？我一直在房间里休息，当然没有。那知情呢？我也没有。哦，是吗？口说无凭，得试试才知道。知画，去取毒蛇过来。是，小姐。知画不要去。为何不能去啊？王爷恕罪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大小姐，求求您不要拿毒蛇过来，奴婢不想死。如果你没有沾上仓库的药粉，毒蛇是不会咬你的。王爷恕罪，是奴婢进了仓库。是不是你泼的水？奴婢一时迷路走进了仓库，一不小心将水洒在了棉袄上，求王爷恕罪。如若不是故意的，又怎会每件棉袄都完全被水浸湿了呢？知情，你居然这样冒冒失失的，你犯了多大的错，你知道吗？二小姐，奴婢对不起您。王爷，此事都是奴婢一人所为，与二小姐无关。天晴哥哥，知情他不是故意的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够了！今日要不是西月，我还真就辜负了将士们。你掌嘴50。严希晨，带着你的婢女回京，禁足3月。天极哥哥，西城只是想陪着你。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严希月，你竟如此恶毒，居然在仓库里撒毒蛇药粉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其实那药粉是我瞎编的。没想到知情这么快就露馅了。小姐，这严希月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她以前都是任你拿捏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今日要不是你沉不住气，我也不会被天机哥哥赶走了。奴婢知错。天机，你此次击退西北有功，朕要大大奖赏你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只做了我应该做的。严希月，此次你也用发明的羽绒服解决了今年炭火不足的问题。你的鬼点子每次都让朕为之惊喜呀！多谢皇上。父皇，此次西北贼寇竟也有枪支炮弹，再根据之前将士返还的情报，儿臣可以确定宫中有内鬼。胡说！宫中臣子人人忠心耿耿，何来内鬼？皇兄，王爷并非说内鬼是谁，你为何如此惊慌？本王只是看不惯没有证据就胡言乱语的人。天极说的没错，朕也有所怀疑呀。凌云，此事就交给你下去办，必定彻查，抓住内鬼。是。天极，眼看着你们的婚期临近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向父皇开口。多谢父皇，王府库存富足，就不劳父皇操心了。好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一定要好好操办。明明我才是大王子，为何偏爱叶天极？叶天极，你刚才为何拦着我？让他去吧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你就不怕大皇子毁灭证据吗？他还没那个本事。妍希，你和本王的成婚大典，你有什么想法？王爷，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便不必再装。婚事只是一个幌子罢了，连举不举行都无所谓，不是吗？妍希月，你怎么就不想嫁给我？你我心知肚明，你为了孩子，我为了香囊，哪有什么愿不愿意的？是啊，可本王为何会如此在意这场婚事？近日京城瘟疫肆虐，感染者浑身水泡，传染性极强，已有数百人死亡。
京中的大夫人手不够，你们2人可否愿意同太医一起去治疗瘟疫啊？儿臣愿意。皇上，臣女自愿前去治理瘟疫。不可！你还怀有身孕，怎么能进入疫区呢？你一介女流，就别跟着我们掺和了。我是大夫，治疗瘟疫是我的本职。本王不同意！你在战区的时候，本王还可以让你待在营帐，免受战火的伤害。可瘟疫不长眼，一旦进入疫区，便有感染的风险。颜希月，你就算不为了自己考虑，也应该为你腹中的胎儿考虑吧。我本以为你是关心我，原来只是把我当生孩子的工具。皇上，臣女可以开药保护腹中胎儿不受感染，但臣女实在不愿看百姓深陷瘟疫，请陛下恩准。罢了，难得你医术高超，又心系民生，就让他去吧。谢陛下。天极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禁足吗？西臣听闻天极哥哥要去处理瘟疫，实在担心，所以才违抗禁令跑了出来。天极哥哥不会怪我吧？你也是出于好心，本王不会怪你。不过接下来你不便与我同去了，留在宫中也是为你好。天极哥哥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西臣什么都不怕。也罢，多一个人也好。走吧。多谢天极哥哥。颜希月，这次我要……光戴面纱是阻挡不了瘟疫传播的。你有何方法？取来纱布，反复折叠至少5层，在中间塞上棉花，2侧安装纱线，方便吸于耳后。这样一个简易口罩可以有效防止疫情传播。属下这就去办。今天出去，身体有没有不适？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的孩子？何出此言？没事。煎服，1日1次，可缓解病症。缓解？连你都没有治好的方法？根治瘟疫的方法是有，不过我还需要再观察一下病人的情况。注意安全。这什么口罩，又闷又热，还没以前的面纱好用。王爷，这口罩是5皇子那边送来的，说是有效隔绝瘟疫。哼，你还信他的鬼话？这瘟疫可是不治之症，要不是为了太子之位，本王怎么可能跑到这个鬼地方？那我们还去看望病人吗？去什么去？本王要是染了瘟疫怎么办？王爷，治不好这瘟疫，我们如何向皇上交代？太医都治不好的瘟疫，本王能有什么办法？想来父皇那边也不会怪罪我。那若是5皇子找到了救治方法，哼，那正好，本王把他的功劳抢过来不就行了？颜希月，去死吧！你没事吧？叶天极，你的口罩。无妨。快回去，这也太危险了。王爷浑身发烫，脸上还起了红疹。这是感染瘟疫的症状。瘟疫？都怪你！要不是天极哥哥为了救你，他的口罩怎么会丢？西尘，若不是你推我，我怎么会摔倒？我没有，是你自己不小心的。现在没空和你废话。严小姐，你还没戴口罩。
快出去，本王会传染你的。我小时候得过一次，后来痊愈了，正好趁这次机会，看会不会染上。胡闹！你本就怀有身孕，身子就弱，你若是倒下了可怎么办啊？我是大夫，治疗病人是我的职责。幽兰，请严小姐出去。我不走！你之所以会染上瘟疫，都是因为我。本王不怪你。要是本王不救你，那个丁泽至于你死地，他就让我死。本王不允许你死。叶天琪，幽兰，让他出去。严大小姐，他醉了。我不走，叶天琪，你现在不能离开人。叶天琪，姐姐，治不好瘟疫就别逞强了。我治不好，你就能吗？我虽不会医治，但我会为天机哥哥四处寻医，一定能找到天底下医术最高超的神医。我不是没有办法根治，只不过此举风险太大，我到底要不要试一试？这位是白骨山第38代神医，他一定能治好天机哥哥。叨扰各位，叨扰各位了。神医，这位是五皇子，你若治好了他，必定重重有赏。哎，是。哎，你们这脸上佩戴的是何物啊？这是口罩，可以有效防止疫情传播。啊！快摘下来，快摘下来！佩戴这东西有毒精气，影响康复啊！王爷这病可是不轻啊！天机哥哥，他昨天吃了我的药，明明已经有所好转了。神医可是白果山第38代传人，他的话怎会有错？都是你的药害的。你师从何人呢？他哪有什么师傅，不过是看了几本医书，自以为能够悬壶济世了吧？你这女子竟把行医当儿戏，开药去！抓桂枝5钱，白纸3钱，火麻仁8钱，给王爷煎服，1日3次啊！不可，此药方热毒巨邪，根本不适合他。谁说不适合啊？我敢保证，这王爷服了我的药，疫病马上就好。自己治不好病，还不让别人医治吗？神医，你尽管去做。幽兰，还愣着干嘛？赶快按照神医说的去煎药啊！是。天机哥哥，这里有我呢。怎么样？好，王爷已经醒了。天机哥哥，天机哥哥，感觉如何？好多了。天机哥哥，你脸上的红疹消失了。恭喜各位啊！王爷的瘟疫得到了治愈。药效为何这么快？上神医500两黄金。哎呦喂！王爷，这次多亏了杨二小姐。西尘，你想要什么？天机哥哥，西尘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陪着你。多谢王爷。既然天机哥哥的病能痊愈，那城中的百姓也有救了。神医，你快去救救大家。燕儿小姐可真是宅心仁厚啊！曹明这就去。嘿嘿嘿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，你就是个江湖骗子。开的药方虽然见效快，看似立竿见影，实际上却是在消耗人的元气。疫病的毒素还留在体内，一旦发作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姐姐，神医治好瘟疫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你这丫头，
处处跟我为难，难道你不想看到王爷他痊愈吗？姐姐，人命关天，就算你嫉妒神医，也不能阻止他治病救人吧？我嫉妒他。西月，你先回房休息，暂时不要外出。神医，劳烦你救治城中百姓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是，王爷。哼，叶天琪，就连你也不相信我是吗？姐姐，你自诩医术高超，可来了这里这么久，瘟疫却丝毫没有好转。所以，连你也不相信我了是吗？我原以为我在你心里是有所不同的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王爷，叶天琪，果然元气大伤，瘟疫毒素爆发了。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那个神医搞的鬼？感染了瘟疫的人本就虚弱，根本承受不起那种损伤精气的药。那百姓们，幽兰，你快去阻止那骗子用药，快去！是。叶天琪，对不起，是本王的错怪。叶天琪，你不准睡，不准睡，等你痊愈了，我还要好好找你算账呢。你不准睡。什么？你说叶天琪找来的神医把城内百姓的瘟疫治好了？是的，王爷。听说五皇子为了此事还感染瘟疫晕倒了。好啊，叶天琪，既然你倒下了，可就别怪本皇兄趁人之危。去，赶紧给父皇写封信，就说本王已治好瘟疫，即日回宫。是，殿下。此次立下大功，让太子之位便唾手可得了。要是神医也没用了，还有什么办法能治疗瘟疫？我倒有一方法，不过如何？不过此方法风险太大，若是成功了还好说，若是不成功，只会毒上加毒，暴毙而亡。是何方法？将牛痘提取物注射到人体体内。牛是牛，人是人，这能治病？姐姐，你怕不是已经胡言乱语了吧？牛痘和此次瘟疫的毒素大同小异，若是人体能扛过牛痘毒，便会获得免疫力，从此便不会再受瘟疫侵扰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小时候曾感染过瘟疫，从此便不会再得，也是同样的道理吗？是，不过牛痘提取物如果不够纯粹，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。本王愿意一试。天机哥哥，您可是尊贵之躯，怎么可以以身试毒？更何况还是这种歪门邪道的偏方。倘若这次能够成功，便可推广全国，百姓从此便不会受瘟疫的困扰。可若是不成功，本王相信你。我不信这牛痘真能治病。要是天极哥哥死了，大不了我再选其他皇子嫁过去，而颜希月，你就会成为杀人凶手。你身体有没有哪里不适？还好。你脸上的红疹在慢慢消退。不可能！难道牛痘真的有作用？脉象能够恢复平稳，牛痘疫苗接种成功了呀！还好你没有死。好了，别哭了。太好了，天机哥哥，你没有事。王爷，幽兰赶过去时，那江湖骗子已经逃走了，
百姓们服用药物，刚开始还好好的，现在都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。瘟疫毒素爆发了，幽兰，快备好工具，我去给大家注射牛痘疫苗。疫苗为何物？我没时间解释了。去吧，本王已经亲身实验过，这牛痘疫苗的确能够治疗瘟疫。是。幽兰，记得捉拿神医，严加惩治。是。此次治疗瘟疫，你们辛苦了。这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尤其是你啊，凌云，多亏了你找的神医，治好了百姓的疾病。哎，你怎么没有把神医请来？朕要好好的赏赐他。启禀父皇，这神医隐姓埋名，久居深山，不便露面。好一个淡泊名利！天吉，你笑什么？父皇，此事并非像皇兄所说。此话怎讲？哎呦喂！父皇，这便是传言中的神医。神医可是咱们的大恩人，你竟如此待他？恩人，不如大皇子问问他都做了什么。皇上饶命啊！都怪草民急功近利，下了猛药，让百姓啊疾病加重啊！混账东西，你没治好疫病。那药确实可以治疫病，但消耗元气，病人若是承受不住，便会倒下。大胆！凌云，这便是你找的庸医吗？竟做出如此残害百姓之事！父皇，儿臣也不知情啊！这神医明明治好了百姓，叶天吉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大皇兄修药血口喷人，若不是神医治好了疫病，难不成还是你俩的功劳？功劳谈不上，但确实平复了瘟疫。哦，颜希月，你又想出什么好点子了？回皇上，臣女发现，只要将牛痘提取物注射到人体体内，便会获得抗体，阻止瘟疫感染。颜希月，你莫不是疯了？这牛痘怎么能用来治瘟？大皇子不信，不妨去问问城中百姓，是否都因接受牛痘疫苗而痊愈。你，颜希月，你可不要骗朕！当然是骗人的。父皇，我看他俩就是想要冒领功劳，所以才随口胡诌。真真假假，皇兄怎么知道啊？大皇兄害怕感染疫病，整日闭门不出，又怎么会知道外面的情况？你切莫诬陷本王！好了，凌云，你究竟尽没尽心治理瘟疫？朕自会调查。但你请来庸医，害得百姓病情加重。去，抄写经书10遍，罚跪10个时辰，好好反省。是，谢父皇开恩。天吉，你和颜希月治愈瘟疫，当赏黄金5000两，封颜希月为明惠君主。谢皇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颜相之女颜希月医术高超，慧智兰心，册封为明惠君主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。臣女接旨。竟然真的封为了郡主，颜希月，你真该死！小姐，奴婢心有一计。此招虽妙，但皇上真的允许我这么做？小姐，大皇子那边不也是看不惯颜希月抢他风头？不如顺水推舟。好啊，大皇子也是个蠢货，跟他联手，死了还有个垫背的。请小姐放心，大皇子那头都安排好了，这次一定会让颜希月身首异处，血溅3尺。哼！凌云，朕让你抄书反省，你搞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作甚？启禀父皇，
儿臣昨日在太庙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狐妖肆虐，民不聊生，是祖宗在向儿臣托梦。况且近日里宫里也不太安宁，又是中毒又是瘟疫的，所以儿臣特地请来一名大师，势必要把宫中的奸邪抓出来。大师还等什么？速速动手！荧荧火光，里里乱火，荧荧火光，里里乱火，妖孽还不快快现形！狐妖，原来你是狐妖！来人护驾！姐姐何时成了狐妖？皇上，不知臣女所犯何事要被诛杀？所谓狐妖又是何故？大师已经用乾坤镜将你的原形照出。燕西月，别装了，你就是狐妖！大皇子仅凭一道狐狸影子就断定我是狐妖了？事实面前不容你狡辩。皇上，这段时间以来，臣女解了冯美人的毒，治好了太后，平复了瘟疫。敢问哪个狐妖不残害众生，反而救济百姓呢？臣身都被大师的乾坤镜照出来了，竟然还敢狡辩！父皇明鉴，狐妖向来诡计多端，这一定是他的计谋，假意普度众生，然后再一网打尽。臣女绝非狐妖，恐怕是最近风头太盛，又被封为了郡主，引得他人嫉妒，才搞出了这场疑神疑鬼的闹鬼。狐妖何时上了姐姐的身？快把姐姐还给我！颜希月，朕本十分欣赏你，可如今出现了狐妖的影子，你作何解释啊？父皇，切莫中了狐妖的奸计。虎弟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龙子熟的，失了天家风度，更看清了父皇。哼，大师，大皇兄说你手上的乾坤镜可以照出妖邪的真身。那是自然，我这乾坤镜啊，乃是我道家祖传1000年的道法，纵是妖邪法力高强，也逃不出我的乾坤镜。颜希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皇上，妖魔邪祟不可轻扰，请皇上下旨杀了他。狐妖，拿命来！虎弟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本王还要问问大皇兄是在干什么。大殿之上，公然拔剑指向我的王妃。哼，哪有什么王妃，她分明就是狐妖。虎弟，你莫非也被狐妖上了身？大皇兄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父皇睿智英明，多少奸邪佞臣都没能逃得过他的眼睛。倘若颜希月真有问题，区狐妖又怎么可能在真龙面前放肆？本皇只是怕父皇中计罢了。大皇兄一口一个中计，是觉得父皇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是？大胆狐妖，你笑什么？世人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大皇兄，如今我也拿到了大师的乾坤镜，不妨也给大皇兄照照看，在这道貌岸然的皮囊下，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？哦，看来大皇兄也是狐妖上身了。你胡说！啊，皇上，臣绝非狐妖啊！皇上，眼下满殿朝臣皆成狐妖，这恐怕说不过去吧？说，这是为何？啊，请皇上明鉴啊！这乾坤镜是1000年祖传的法宝，绝对不会错的，一定是这狐妖在作祟。相门中人仙风道骨，而你招摇撞骗，也敢自称大师？皇上，这狐妖巧言善辩，断不可留啊！父皇，宁枉勿纵啊！笑话，这宫中朝臣个个都有狐妖影子，难道都要照皇兄所说，全拉出去砍了？虎弟，你怎么处处替这个狐妖说话？莫非你俩是一伙的？少一口一个狐妖的叫唤，她可是父皇赐给我的皇妃，肚子里还有着咱们皇族血脉。王爷，可否借你的匕首一用？哼！皇上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乾坤镜，
而是双层透光镜。只要在两面镜子中间加上装有狐狸形状的铜板，再借由烛光将狐狸影子打到地上。父皇，此事太过巧合，相师他一定是受人指使，否则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骗到您头上来。皇上明鉴，请皇上严查。请皇上严查。你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皇上，小人冤枉啊！小人中毒身亡。给我查，定要找出这装神弄鬼之人。小姐，颜希月这次不仅没有死，还闹到了皇上面前，我们不会有事的吧？怕什么？是大皇子口口声声喊捉狐妖，那相士也是他请来的，一切都与我无关。可这事儿毕竟是我们挑起的。哼，我只不过是在大皇子面前神神鬼鬼挑唆了几句，没想到他那么容易信，还真的请了捉妖的术士。是，奴婢明白。父亲前几日来了书信，让我们回府一趟，你好好去准备准备。爹爹可不会偏信颜希月，我们又有好戏看了。是。今日之事还算你聪明。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这些骗术可难不倒我。什么叫唯物主义者？没什么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也帮我辩解了？他们说你是狐妖，那本王的孩子岂不是一只狐妖了？本王帮你，只不过不想让我的孩子受欺负罢了。王爷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嘴特别硬呢？是软是硬，你自己来尝尝。明日我便要回府了，你先回房吧，我还要收拾东西呢。不用本王陪你吗？不用了，这次回府我还有件大事要解决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杀害我母亲的凶手是谁？是谁？苏姨娘。希月，你的脸怎么？姨娘看见我的脸治好，是不高兴吗？高兴，高兴。娘，这是姐姐的伤心事，还是别提了。黑斑太顽固了，盖了好几层粉才遮住。不像话！女孩子家的，涂那么多粉干什么？爹爹，你别生气。西城回来了，你还不开心吗？高兴高兴，我的乖女儿。希月，多学学你妹妹，回家跟父母多打招呼，哪像你杵这里跟木头桩子似的。相爷，希月如今成了未来王妃，还被封了郡主，看不上我们严府也是人之常情。他倒是攀了高枝了，也不知到底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。颜曦臣有父亲，我哪里有父母？希月，我自认为待你不薄，虽然你是姐姐的女儿，但是这么多年，我都将你视如己出，没想到你把我当狐狸精。娘，你别哭了，姐姐，西城求求你，不要为难母亲了。人人都说后母难当，我不仅要当妾，还要当后母，谁懂我的心酸呢？双儿，娘，双儿，小姐，主君又被他俩骗了。若是没有观众，演戏的人也是自讨无趣。只是我那父亲正乐在其中呢。哎呦喂，还是这么美呀！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家相爷今天在府里
你可不要乱来。我怎么会乱来呢？我肯定是对你好了。你这项羽那个老东西呀，怎么会给你带来欢乐呢？还不是得靠我呀！哎呀，把手拿开！我知道你今天受委屈了，不就是想收拾颜希月那个臭娘们吗？小菜一碟儿。你有什么方法？今天夜里啊，我进咱们府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了呀，有个男人进了颜希月的房间。你说这深更半夜的，他们孤男寡女会干点啥呀？真的假的？这小贱蹄子不仅勾引皇子，还在屋里藏野男人。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还能骗你吗？好，你赶紧走，我要去收拾那个小贱人。也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了，竟敢当众羞辱我。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。这感情好啊！等这个颜希月要是闹出了丑闻，那咱们的闺女啊，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当正妃了吗？到了那个时候啊，我也可以啊，尝一尝当皇子老丈人的威风啊！哎呀，快走吧！哎，自己小心点啊！西尘，我们母女俩终于熬出头了。奴婢参见相爷。去，把你家小姐叫来，我有事找她。回相爷，小姐已经睡下了。不会吧？西月屋里的烛火还亮着呢。之前你去敲敲门，把她请出来。是。大晚上的吵什么吵？大小姐，相爷和我家姨娘特地来看你，可知画这个野丫头半点规矩都不懂，左拦右阻，大小姐你也该管管了。你拦她了？是她要闯小姐的房间，奴婢才拦的。什么叫闯？奴婢只是奉命行事，请小姐出来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小姐的房间，又有什么进不了的？难不成这小姐的房间还藏了男人？知画，你瞧好了，拦人就该有个拦人的样子。学会了吗？下次看到这种胡搅蛮缠的，就这么给我上。奴婢会了。姨娘，大小姐她打我。相爷，是我们来得太晚了，干扰到西月休息了。不如咱们挑个好日子再来吧。哼，我是他老子，想来就来，还挑什么日子？一个堂堂相府的大小姐，一言不合就动武，成何体统啊？怎么，爹？我这个嫡出小姐，肚子里还怀着皇子的孩子，如今连教训一个出言不公的婢女都不行了吗？算了，相爷，大小姐如今是贵人，又巧舌如簧，我们说不过她。都怪妾没教好奴婢，请大小姐恕罪。双儿，你是姨娘，哪有长辈向晚辈行礼的道理？相爷，双儿一朝为妾，终身为妾。西月是姐姐嫡亲的女儿，她也是受得起的。说得好，那姨娘便向我下跪道歉吗？是，大小姐如今千金尊贵，还成了未来王妃，有些颜面是要顾及的。哎呀，但是这屋里藏男人的事儿，咱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相爷也没什么，就是妾身路过院子的时候，看见一个黑衣男人搬进了大小姐的屋子。相爷，可能妾身胡说的，兴许是眼花了。哼。西颜月，你当真藏了人？是啊。哎呀，西月，你何时成了水性杨花的女人啊？你这个不孝女！来人，
家法伺候。快住手！小姐还怀有王爷的孩子，让王爷知道这个孽障怀了野种，我打断了你的腿，就算是轻的了。父亲，当真对我这个女儿没有一丝感情吗？哼，宁可没有你这个逆子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藏在我屋里的，便是你们都想攀上的高枝——五皇子。不可能，五皇子是多高贵的身份，大驾光临，他为何不走严府的大门？西月，姨娘知道这事儿说出去不光彩，你也不能变谎话连篇的姑娘啊！姨娘，你看，这个野男人自己出来了！相爷，你这是做甚？给我闭嘴！他就是那个野男人，还不快把他抓起来！你敢抓本王？家奴贱妾不知礼数，还请五皇子恕罪。王爷，妾不知道你是五皇子，请王爷恕罪。怎么，姨娘刚刚还一口一个野男人，现在却害怕了？西月与本王虽未成婚，可名义上已是王妃。眼下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王妃的？还是说，你压根儿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？微臣不敢对王爷有丝毫的不敬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是啊，王爷，这都是误会，误会。好一个误会！一个误会，就可以轻而易举的一笔带过。衣裳挺好看，可惜皮囊再美，内心终究是黑的。爹，这件事毕竟是姨娘挑起的，害得我们严府在王爷面前颜面尽失。您看该如何处置呢？看在姨娘为咱们严家生儿育女的份上，就罚他在祠堂跪2个时辰。王爷，您看如何？我的想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王妃的想法。好啊，爹，就按您说的办吧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你看你现在还哪有一点清纯可怜的样子？爹，你还是带着姨娘离开吧，省得我在这里看着碍眼。还不快滚！你这么轻易放过他们，在府里罚跪2个时辰，根本算不上是什么。王爷，当然不会就这样放过他。毕竟他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，礼尚往来，我也该送他一个大礼。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相爷，今日之事是妾鲁莽了，还求您责罚。你真是给我严府丢了脸，竟然敢在王爷面前班门弄斧，真是可笑。妾是怕大小姐真的私藏野男人吗？再说了，西月本就珠胎暗斗，不守妇道，妾是怕丢了相爷您的脸呢。住嘴！王爷都没说什么，你竟敢还在背后妄议。双儿，你这是……相爷，妾这是怎么回事？妾可能是吃坏了肚子。成何体统？这像什么样子？我还有工友吗？不用等我了。知青，快扶我去出宫！你个废物，你竟敢嫌弃我！你信不信明儿一早我就把你放卖出去？奴婢不敢。还不快走！小姐，奴婢从来没有见过苏姨娘这么狼狈过，她这是怎么了？竟然会在主君面前放屁？当然是靠我的独家秘技甘露散。只要沾染上我这药粉，便什么都忍不住，那才真叫一个屁滚尿流。你还真是不拘小节。父亲向来以文雅自居，又喜欢苏姨娘吟诗作赋，可今日不仅在王爷面前失了脸面，苏姨娘也彻底失了宠。如今时机成熟了，是时候行
叶天吉，你堂堂王爷，为何总干爬窗子的事儿？会不会太有损风度了？今日若不是本王翻窗进来，你那姨娘便真会坐实你私藏男人的罪吧？哦，你已经看穿了他的计谋。本王可不想。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他那女儿严希晨的心思？本王说过了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本王看在他救了我一命的份上，便可以原谅他的刁蛮任性。他是救了你好几次，却好几次害我没命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燕希月，本王不管你在想什么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本王永远不会骗你。真的？苏姨娘害死你娘亲的事，可有证据？需不需要本王出面帮忙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找到证据了。知画，小姐，把信给王爷。王大夫本是苏姨娘的专用大夫，但自从我母亲去世之后，他便消失了。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他，查明了当年的真相。当年苏姨娘先是假意帮我娘调理身体，找王大夫开了几副药方，却害得我母亲声带嘶哑，失了父亲宠爱。后来他又让王大夫开了几副药剂过大的药方，名义上是以毒攻毒，治疗母亲的声带，实际上却害死了母亲。王大夫的这封信可以作为证物，需不需要本王亲自帮你说？不用，我要亲手让苏姨娘体会到我娘亲10倍、100倍的痛苦。知琴呐，我今日装扮如何？有没有什么怪味儿？姨娘今天好看极了，身上也香香的，这用的可是芙蓉坊最好的香粉，姨娘你就放心吧。好。相爷，你们……好，你安排人给银萍收拾个院子安顿一下，我还有事要忙。相爷，你是嫌弃我了吗？不要多想。那你们银萍就是个扫洒丫鬟，那有什么好的？整天哭哭泣泣的，晦不晦气啊？相爷，相爷，你去忙吧，这个事儿呀就交给奴婢吧。唉，都是银萍的错，苏姨娘要打要骂，奴婢都认了，可别为了这点小事耽误了您的正事。还是银萍懂事啊！小贱人，为了我勾搭相爷，谁给你吃的雄心豹子胆？苏姨娘当初不也是靠着狐妹子的本事爬上相爷的床吗？怎么如今见不得奴婢这样做了呢？小蹄子，你还知道你是奴婢？苏姨娘如今人老珠黄了，这凶残恶毒啊，便掩盖不住了。你说相爷要是看到你这副模样，还会不会迷你呀？我打死你！姨娘，别打了，小心这贱人告状。苏姨娘，没别的事，奴婢就先告退了。昨夜呀，相爷好一阵折腾，可把奴婢累惨了，着实得歇歇。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！颜希月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哼，姐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给我装傻，说银萍是不是受你指使安插在爹爹房间里的？妹妹，银萍是爹爹的新宠，与我又有何干呢？你急了也别乱来。颜希月，你别以为你怀了皇子就可以随便欺负我和我娘。今天我就让这孩子死！天机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本王路过严府，顺路过来看看。不怪姐姐，是西尘自己不小心。来，我先送他去看医生。本王不管你在想什么，本王只要你知道，本王永远相信你。叶天机，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？这就是吴月提。小姐，这不是二小姐的香囊吗？哼，是啊，此花作为香料具有奇香，捣成的汁水
却能使人脸上长出可恶的黑斑，若不医治，还会致人身亡。小姐，你的脸就是中了这乌月啼的毒吧？正是。哼，没想到他竟离我如此近，每日闻到严希尘身上的异香，竟没有一点怀疑。小姐，当年你突然长出黑斑，府里人都以为是夫人去世，你伤心过度中邪了。没想到，竟又是这严希尘搞的鬼。他当年不过10岁，便能想到如此恐怖的毒计，看来还是我低估他了。希尘，你先休息，我去叫大夫。天机哥哥，不要走，希尘真的好喜欢你。希尘，我只把你当妹妹看待，娶你只是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还请你不要误会。难道你真的喜欢上我姐姐了吗？她有什么好的？今日希尘从楼梯上摔下来，都是因为姐姐推我。你闭嘴！严希月不是那种人。天机哥哥，你吼我！你好好休息，本王还有事。严希月，你和你那娘一样，都是不得好死的贱人！不是腿摔了吗？哟，怎么还有功夫到我这里来？妹妹命大，才不会那么容易出事。况且有天机哥哥细心照顾，妹妹开心还来不及。对了，姐姐，应该还不知道吧？刚才天机哥哥在房间，说不定过几日，妹妹也和姐姐一样，怀上王爷的孩子，时候也不早了。姐姐，那希尘就先退下。小姐别信他，奴婢听别人说了，王爷只在严希尘的房间里待了不到1盏茶的时间，便怒气冲冲地离开了，衣衫归整，肯定是什么事都没发生的。我该相信王爷的。不好了，姨娘上吊自缢了！你说什么？姨娘可能断气了。不可能！走，我们也去看看去。小姐，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姨娘她这么惜命的人，不会死的。双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若是游回去，你说便是。何苦上吊赔上自己的性命？希尘还未嫁，你怎么舍得撒手就走？娘，你快醒醒！爹，你快救救娘！希月，快来救救你姨娘！爹爹，你为何不请郎中，非要请她？既然不想我救姨娘，那我就不救了。不过也是，你娘已经断气了，再请人来也是无济于事了。你胡说，我娘不会死。那便这样拖着吧。希尘，不要说了，现在只有你姐姐能救。要我救也行。严希尘，你在宫中屡次害我性命，现在我要你向我下跪磕头，应该不算过分。爹爹，姐姐太过分了。严希月，你跟你妹妹之间本是姐妹之间的小打闹，你还要如此记仇吗？既然妹妹不愿意跪我，那我便不救了。反正躺在床上的是你娘，又不是我娘。我跪。哼！求求姐姐，救救我娘！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严希月，你就是这样救人的吗？爹，你快把他赶出去，他谋害娘亲。我是在救人吗？双儿，你醒了呀？娘，假死药的点子是不错，可惜找的大夫不太行。太阴太寒，有损身体啊，姑娘。假死药？现在他已经醒了，爹还是自己问姨娘吧。服药？假死？素霜，你是想用命来要挟我吗？老爷，妾没有。
爹，娘亲不是那样的人。哼！你们娘俩竟然做到这种地步，好自为之。相爷，姨娘就是为了试探你的心意，你就别生气了啊！好疼！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停了！苏爽，没想到你竟是一个如此蛇蝎心肠的女人！来人，将这个女人给我赶出严府，发放郊外，不得回府。不要，爹爹，娘亲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求您不要将她赶出去。哼，再多嘴一句，连你也赶出去。是你，一切都是你的阴谋。不愧是苏姨娘，的确聪明。你还有什么诡计？我不怕。马上就会有人接你到乡下了。没有奴仆，蚊虫肆虐，任人欺辱。夜半，还有我母亲的鬼魂缠绕。苏姨娘，当真不害怕吗？你母亲的死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。苏姨娘也不必再狡辩了，我已经找到了王大夫，他也给了我证据。你下药害死我母亲的事儿，马上便会人尽皆知。到时候阎锡辰便是罪母之女。不要伤害锡辰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好妹妹，若是爹爹知道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其实不是他自己亲生的，你说他会不会将你也给逐出府啊？你说什么？我真的不是父亲亲生的吗？是啊，当年你娘和西郊的李三暗中苟且生下了你，而他又看不上李三那破落户的家庭，迫不得已才爬上了我爹的床。唉，可怜我爹爹被蒙蔽了一辈子。相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若不回来去寻找平儿的玉佩，还不是你竟做出如此肮脏龌龊的事情。不，相爷，也许都在骗人，妾对你一心一意啊。是啊，爹爹，你要相信我们。闭嘴，别再……苏姨娘，你若是还不承认，我可要找来李三当场对证了。到时候滴血认亲，证据确凿，你别觉得太难堪才好。李三隐居深林，怎么都找不到。是吗？前日你带人来搜查我院子时，王爷便已经将他捉拿，如今他就在牢里候着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啊，娘！你这个毒妇，居然敢骗我！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来人，将这两个人拉出去，乱棍击毙！相爷，相爷，不要啊，相爷！西月，这些年来是爹亏欠了你。爹，苏姨娘有罪，爹的纵容又何尝不是错呢？从前的颜希月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没资格接受你的道歉。西月，是爹错了。爹的这句道歉，还是留着说给我娘听吧。娘，希月终于为你报仇雪恨了。都处理妥当了吗？王爷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狠了？若我是你，只会做得比你更狠。颜希辰已经被我父亲赶出去了，从此便少了一个侧妃服侍你。你不后悔吗？只要你这个正妃一直在，本王便一辈子守护着你。真的？颜希辰救过你的命，但他也给你下过吴越题，
一命抵一命，本王不再追究以示报恩。你一直想要这个香囊，如今便送给你。谢谢。不过，你现在给我，就不怕我毁约，拿着解药，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吗？事到如今，你可还舍得本王？不舍得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很自恋啊？只有你。叶天杰，真是愈发放肆，到底有没有把本王这个大皇兄放在眼里？凌云，你究竟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？参见父皇。如此行色匆匆，出言不逊，究竟有何事？启禀父皇，武帝不仅污蔑儿臣私通叛敌，还擅自带兵搜查儿臣的书房，此等污蔑兄长擅自动兵的恶行，儿臣实在不能忍。什么？天吉，你大皇兄所言是否属实？禀父皇，确实如此。不过儿臣并非污蔑皇兄。你有证据吗？父皇，这些书信是儿臣在皇兄书房中搜到的叛敌证据。皇兄将宫中军中发生之事事无巨细全部通报给了西北蛮子。凌云，这果真是你府中的信纸，你当真是叛国了？启禀父皇，儿臣绝对没有。若是不信，您可以打开信件，看看是否如你所说。父皇，这下知道儿臣没有二心了吧？大胆天吉，你竟敢诬告大皇兄，这信中一个字也没有。父皇，儿臣实在是冤枉。平日里武帝对本王出言不逊也就罢了，竟然在这种国家大事上面污蔑本王。武帝，你真的好令皇兄痛心啊！天吉，你明知朕最厌恶互相猜疑，为何还做这种事？传朕指令，五皇子妒忌兄长蓄意生事，禁足3日。且慢，皇上。颜希月，怎么又是你？皇上，这信并非白纸所写，臣女有办法让信中字显现出来。颜希月，你就算想为武皇帝狡辩，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？这分明就是白纸。哦，你鬼点子多，不会骗朕吧？臣女不敢。皇上，这信乃特殊墨水所写，只需要在火上烤一会儿，信中字便会显现。大家快看，信中字迹全然显现。好啊，你凌云，你竟然真的通敌叛国！父皇，儿臣冤枉。你有何冤枉？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大皇兄，你不仅和西北蛮子有书信往来，上次战役你还暗中偷走火药大炮。若不是本王和王妃及时察觉，早做准备，恐怕西北蛮子都要打到京城来了吧？胡说，我绝未做过此事。你住嘴！朕让你查内鬼，你却迟迟没有进展。原来你便是内鬼，你对得起朕对你的信任吗？是啊，我就是内鬼，那又如何？父皇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信任过我吗？我才是嫡皇子，处处被叶天机压一头，凭什么？叶凌云，你不要执迷不悟。我执迷不悟？叶天机，你处处得到父皇的偏心，你当然有恃无恐。我呢，我勾结西北，得到他们的支持，我拿什么做皇位？凌云，朕给了你很多次机会，从小到大，哪次不是你在暗中给兄弟使绊子，想在朕面前出风头？可是你忘了，朕最看重的是心诚之人。狐妖之事，朝臣已经查明，便是你一人所为。不过朕念此事未造成严重后果，放你一马。没想到今日你便坐实了
通敌叛国的罪名，为了皇位，你便可以不顾兄弟父子之情吗？传朕旨意，大皇子犯谋反罪，杖责50，贬为庶民。父皇，不要父皇！如今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悬着的这颗心啊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明日大婚典礼，你还有什么需要采买的？你就在此处等我，我去一下就回来。好，不要乱跑。据说，只要在新婚之夜将写上2人名字的锁挂在墙上，便可一生一世长相厮守。西尘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是想说，我不是被乱棍活活打死了吗？是我娘一直护着我，这才逃了出来。可是我娘呢？她却被乱棍活活打死了。颜希月，这一切都怪你！这是你们的抱怨，为何要怪我？若不是你们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也不至于沦落至死。臭娘们，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本王怎么会被贬为庶民？叶天极不是喜欢你吗？好啊，那我倒要尝尝他最心爱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滚开！臭娘们，竟敢咬我！臭娘们儿，你撒的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！没用的东西，还要本小姐亲自动手！拿下！是，这不是我皇帝吗？来的可真够及时的呀！再晚一点儿，你的王妃可就是我的人了。幽兰，给我把他胳膊卸了！是。天极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就你也配直呼我名讳？天极哥哥，我们明明还有婚约的呀！你我的婚约，不过是你用救命之恩要挟而已。本王已经查明白了，那天的大火便是你放的。你自导自演一出戏，就是为了让本王娶你。不，我没有。还不承认？幽兰。小姐，事到如今，你就承认了吧。我已经和王爷坦白了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回头是岸啊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吗？不，火不是我放的，火是知情放的，与我无关。天极哥哥，我为了救你，还留下了疤痕，你不能抛下我。王爷，疤痕也是假的。对，我是骗了你。那颜希月呢？她不也骗人吗？你以为她天生就长了一副美貌吗？错了，不过是用脂粉把黑斑盖住了而已。她这个丑样子，任何人见了都会厌恶的。不可能，你脸上的黑斑呢？颜希尘，够了！妹妹，你还好意思提啊？若不是你给我下了乌月啼的毒，我又怎会长出黑斑？乌月啼可是剧毒，世上只有白玉髓可以解，可这白玉髓长在极寒之地，你不可能找到的。你没想到吧？白玉髓就在叶天极的香囊里，我拿到了香囊，自然也给自己解了毒。怎么可能？亏我娘策划了这么久，怎么就失败了？
你虽为庶女，却有爹娘疼爱，本也可以辉煌一生，嫁入勋贵之家。可你和姨娘却处心积虑，害死我母亲，给我下毒。这一切都是你们亲手种下的恶果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来人，严希尘、叶凌云意图谋害王妃，拖出去！饶命！饶命！敢动我的人，杀！天吉，今日是你大喜之日，朕要送你一份大礼，封武皇子叶天吉为太子。儿臣接旨。